喂，大妹子，你是给孩子相亲还是给你自己相亲呢？哦，我是给自己相亲，不是给孩子相亲。看我怎么样？趁着年轻，咱俩再要一个。阿姨，我们认识一下。孩子，你太小了，我们不合适。那个，哎，孩子，你这样我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阿姨，您误会了，我是给我爸相亲的。中年老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儿女支持，你考虑一下。那这次我只给事业部定一个小目标，让他们这周先完成1个亿。爸，你相信我，这个阿姨真的不错，这次你一定要去。你还是先把自己推销出去吧。昨天晚上谁跟我豪言壮语说结婚跟签合同一样简单的，还给我做榜样。是我呀。嘿嘿，下午5点咖啡厅不见不散，我已经和阿姨约好了，不要迟到啊！走了。哎呀，你这孩子！哎呀！等等，你是有意走而相同的就进屋，他怎么抱我儿子？等等，你是有意走而相同的就进屋，他怎么抱我儿子？我看孩子哭了，着急。你是说我不管孩子？不是，是我着急啊。对了，小可，这是我特意从养鸡场买的土鸡蛋，给你补身子的。啊！什么三无产品就拿给我吃？还有，我说过多少次，以后要来我们家必须全是消毒。你每天在我们这做鸡，一身鸡屎味儿，谁知道有没有什么传染病？小可，妈也是好心啊。好心？你妈要是真的好心，就滚远点儿！我婆要是知道我有一个鸡屎味的婆家，不得笑话死我！周姐，我爸可是于氏集团的老板，他能给我们请最贵的保姆，用得着你妈给我献殷勤？你妈一个做鸡的，知道的是做烤鸡的，不知道的，哼！小可，你说的有些过分了。周姐，取当我是你们家高攀，你带过我爸，结婚以后什么都听我的。现在孩子出生了，就开始炫言行了是吧？我告诉你呀，跟我离婚就等着净身出户吧。好了，你们别吵了。你哥走丢了，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只要你好，妈怎么都行。周姐，赶紧把客厅掀一遍毒，脏死了。真的要去吗？去是可以去，那成不成还得看我。你把衣服脱了。啊？阿姨，下午5点，西餐厅别忘了和我爸相亲啊。你是周启芳吗？既然是相亲，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在大厦里做保洁，条件呢你也看到了，1个月2800的工资，没车，房子呢比他老婆小。我是做小生意把孩子养大的，孩子结婚了有自己家，我想找个老实人安稳过日子。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做鸡。做鸡？这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啊？这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儿吗？你以为做鸡很简单吗？这东西很难吗？这不难吗？这首先得过一遍热水吧，然后再把毛去干净。去谁的毛？肯定是去鸡的毛呀，这一根一根的拔掉，这拔干净还挺费劲儿的。凯斌这臭小子真是越来越胡来了，给我介绍的什么人呢？这一定要拔吗？这不拔干净，不是吃一嘴毛？我还得自己吃。哎，你这个人真奇怪，不拔毛又不自己吃，那这生意我怎么做啊？我觉得咱们不合适，这样，咱们吃一顿散伙饭，回去也好给孩子们一个交代。
这东西也太贵了。这样，你去我那儿。不，我不好这口啊。我会的花样可多了，走吧。你一会儿把衣服脱了，不然不方便。在这儿脱，这不合适吧？不脱才不方便呢。啊？你说他座机就是这个？不然呢？你以为是什么？哎，我还以为你是啊，白切鸡呢。啊，把外套脱了，穿上围裙，别溅一身油。这个小摊被你打理的挺干净啊。食品行业嘛，卫生最重要。啊，你先去那儿坐吧。好。来，吃吧。擦擦嘴，都是油。不够，后面还有。哎，这免费夹菜，这小摊还怎么挣钱啊？青菜不值几个钱，来我这吃的都是附近打工出苦力的，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我少赚点儿，够花就行。要不咱俩试试？啊？你怎么又来了？周姐，你和你妈说了没有？我是不是说了，有了孩子以后要换辆车？现在的车太小了。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这是钱，你们换车。卖了？你是不是准备赖在我们家不走了？周姐，我告诉你，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们，我结婚了，找了个老伴儿，不给你们添麻烦。结婚？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刚领了证，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还玩闪婚，真是老黄瓜刷绿漆，板凳。哎妈，您这老伴是做什么的呀？人怎么样？他是个保洁，人挺踏实的。你这个做长辈的能不能替你儿孙打算一下呀？找一个保洁能替你儿子什么助力啊？传出去只会丢我们的人。安安，如果你还在，一定会支持妈妈的，对不对？爸，你真的跟方毅领证了？真的呀，货真价实。哎，那赶紧把方毅接到我们庄园去啊！从今以后，我也是有妈的孩子了。凯平啊，我这次给他说我就是一个保洁。啊，保洁？爸，你想啥呢？那不是刚开始我就想着应付一下你，没想到你方姨是个好人，那这个事儿他就成了。你可得帮你爸保密，回头我再找机会告诉他。好，张丽，董事长，你去买一套80平的房子。80平是厕所面积吗？套内面积80平。你一保洁怎么在这么贵的小区买房子啊？这是我发小的房子，他后来移民了，这房子就便宜租给我了。你和你儿子可不像啊，这孩子是像他妈吧？你说凯宾啊，他是我的养子。你们父子感情真好，比亲生的还亲。也不知道我儿子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你儿子不是结婚有家了吗？我说的是我大儿子，从小就走丢了。哎，没事儿，现在有我了，咱们一起找。哎，服务
服务员，我孙子过百日宴，想买一套金锁，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呀？走走走，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顾客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这什么服务态度？你认识这是什么牌子吗？这可是徐氏集团旗下的品牌，可不是外面的地摊货杂牌子。这里随随便便一套首饰都能卖你俩的命了。你怎么知道我买得起啊？我们徐氏集团的首饰是出了名的纯度高，款式好。你知道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吗？800多，这随便一个小金锁套装就要2万块钱，你买得起吗？这么贵啊！我们去别家看看吧。啊，不用，就在这儿吧。把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套装拿出来，我们看看。你说买得起就买得起呀？我们这大几万的金子，你们要是给碰坏了，把你俩棺材板卖了都赔不起。算了，咱不要了。老东西，没钱还想装大款。我说大姐，你跟这种窝囊废在一起，还不如自己单着呢。瞧瞧这是什么？这可是江城银行的至尊黑卡，只有资产过亿才能拥有，你怎么可能会有？老徐，你不是保洁吗？怎么会有他说的那个什么卡？哦，原来是个臭保洁的，估计是在哪个垃圾堆里捡的吧？你装什么呀？滚滚滚！你这什么服务态度？我要向你们经理投诉你！我看看是谁要投诉我们员工啊？经理，就这2个穷鬼拿着张破卡就来我们店里捣乱。徐总，我看他俩呀，就是闲着没事儿来捣乱的。闭嘴！我们就是看看你们的金锁，他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一会儿嫌顾客没钱，一会儿嫌弃顾客的穿着，这就是你们店的待客之道。先生、太太，给您2位带来不好的购物体验，实在抱歉。为了求得2位的原谅，你们今天所选的物品全部免单。免单？还有这好事儿？那我就要一个小金锁。哎，你要什么小金锁？你不是要给孙子买一套吗？来，咱们看看这个，还有那个。算了，都不容易，就一套吧。别只给孩子买呀，把儿媳妇儿也带上。这俩可是我们店里最贵的。闭嘴，还不赶快给客人包起来！今天确实是我们不对。您看看，您还需要点什么？我都给您包起来。哦，不用了。你被辞退了。为什么啊？为什么？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他可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得罪谁不好得罪他？你想死我不拦着，别连累我，赶紧给我滚！还是董事长？以后啊，你吹头发喊我，自己吹不干净，睡觉又该头疼了。知道啦。你说明天孙子百日宴，我穿哪件衣服去比较好？你这些衣服都不太合适，咱们买2件新的吧。好。哎，方姨，你们要出去啊？你方姨明天参加孙子的百日宴，这也没合适的衣服，准备去买呢。那我来的不正好吗？方姨，我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就去买了几套衣服，你快试试。哦，这个好看，方姨，明天就穿这一件，绝对是全场焦点，是不是啊，老爸？是啊，哎，这件好啊，就穿这个。这料子摸着真舒服，多少钱呀？贵不贵？3万多！海滨，
你不就是一个小职员吗？怎么花这么多钱？太浪费了，快退掉！方爷，这是我找朋友买的样品，处理一下，也就几百块。对，孩子买的，你就踏实穿着吧。再说孙子的百日宴，你这当奶奶的穿着体面一点。听你们的，我那亲家好像是于氏集团的老总，是该穿的体面点。是吗？万林，要不明天你陪我去吧？我明天上午请不了假，我中午结束去接你吧。哎，方爷，我们出去，我再找人给你做一套配套的发型，咱们明天啊惊艳所有人。于是，那不是要跟集团谈5000万合作项目那公司吗？哎，姜丽，你把集团5000万那个项目给于氏公司，就算是给启芳孙子的见面礼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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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里面请。哟，姜特助，哎呦，您可是徐董事长的得力干将啊！哎呦，您今天怎么有时间来参加我们孩子的百日宴呢？江特助，您这样的大人物来参加我儿子的百日宴，真是蓬荜生辉。您里面请。坐就不必了，我一会儿要跟董事长去开会。今天我过来是传达董事长的命令，董事长将决定用5000万的项目作为孩子特礼送给于总。哎呦，5000万！哎呦，徐董事长真准备把5000万的项目给我们？哎呦，太好了！哎呦，改天我一定专门登门拜谢。哎呦，有劳了！哎呦，您慢走，您慢走。恭喜啊，于老板！徐董事长可是咱江城首富，背靠徐董事长这棵大树，以后于氏集团不可限量啊！还是于总有本事，能得到徐董的看重。同喜啊，同喜！里面请，里面请。等我爸和徐氏5000万的合同一签，我们和你那个废物妈更是两个世界。以后你要是不好好对我和儿子，我就让我爸收拾。你放心，我的心思呀都在你和儿子身上。哎，我妈怎么还没来啊？来，他也配？这里可是江城最豪华的酒店，就你妈那一身油腻子味儿，恐怕连身体面点的衣服都没有吧？就算来了，也会被人当成乞丐丢出去。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妈，您来了。妈，这不是你看上的那套高定吗？不是说卖出去了，怎么穿在他身上？没少下本钱吧？这套衣服租的挺贵吧？咱老家的习俗，小孩子百天要穿虎头鞋。什么乞丐鞋就往我儿子脚上穿？小可，你不喜欢这些，妈还准备了一只金镯和一个金锁，这是我和你徐叔叔的一点心意，希望孩子平平安安的。哼，一个臭保洁，一个卖鸡的，能买得起什么好东西？该不会是拿假的糊弄我吧？不是的，这是在徐氏珠宝行买的。徐氏珠宝行的金子可是出了名的款式好，价格高，你就算卖一辈子金，你也买不起。行了，赶紧拿回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你还杵在这儿干什么？你以为你拿2个破铜烂铁就能唬我？小可，妈怎么可能买假货给你和孙子呢？徐总，项目已经交到夫人的亲家那边了，刚好他们的百日宴就在我们隔壁。跟他们谈完，刚好去告诉启芳我的真实身份。现在这造假的手段呀，可太高了。哎，你别说，你这破东西还挺像真的。小可，我今天来就想高高兴兴的看看孙子，
你何必处处刁难我呢？刁难？你也配让我女儿刁难？你儿子要不是靠着我们余家，怎么会在江城混得这么好？说好听点是你们家娶儿媳妇儿，可明眼人谁看不出来？你们家周杰呀，就是我们余家的赘婿。现在我们又有了徐氏集团5000万的注资，我们余家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拿着你这破烂玩意儿，赶紧滚！亲家，当初他们结婚，我们也是按要求出了房和车，怎么就成入赘了呢？你买的房子跟我娘家的厕所差不多大，你儿子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就连工作都是我爸给的。你这个雷就赶紧给我滚！小可，我真的没想打扰你们的生活，我就想看看孙子。想什么想？老太婆，我看就欠收拾！啊！死老太婆，你再用你的脏手碰我儿子一下，我剁了你的手！这张照片，这不是我小时候吗？难道说方毅真是我妈？妈，真的是你吗？徐总，以后我们公司还要请您多关照啊。服务员，我们酒店怎么回事？隔音这么差？不好意思，隔壁正在举行百日宴，娘家人和婆婆打起来了。隔壁是余家的百日宴吗？是。好一个余家，竟然敢欺负启芳！来人，把他给我按住！不要！妈，你就走吧，就当我求你了，别给我添乱了。来我外孙的百日宴上大闹一场就想走，没门儿！周姐，你不是说你爱我吗？那好，你现在把他给我砸下去，你是相信你爱我？这不好吧？他大闹我儿子的百日宴，给他点教训，不应该吗？不行，这绝对不行，这个是我妈呀！周姐，我们家现在可是江城新贵，刚和徐氏签了5000万合同，你想好了，你是选择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妈，还是选择我余氏集团的千金，还有你儿子？儿子，打吧！周姐，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把这个瓶子给我砸下去，要么咱俩离婚，你选一个。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今天这个酒瓶你要是不砸下去，那你就净身出户，带着你这个废物妈一起滚！而且余氏集团的工作你也别想要了，我倒要看看我余氏的妻子哪个公司敢要你！不行不行，儿子，动手吧，妈没事儿。妈，对不起，我也不想的，妈，你原谅我。看谁敢动我江城首富的太太！妈，我做不到啊！你这个废物！我只是想参加孙子的百日宴。你算什么东西啊？也配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宴？你也配吃我们家的饭？你不是想吃吗？好，来了那么久没让你吃上饭，岂不是我这个当儿媳的不孝了？既然来了，那就给我好好吃。吃啊你啊！吃啊！吃啊你啊！小可，我好歹是你婆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长辈呢？好一个长辈！那我今天就好好孝顺孝顺你。不要！不要！来人！
滚出来！放开我！你不是想吃吗？老不死的，你倒是捡起来吃啊！不要，姐姐你不要！妈，小可不要啊！今天我就让你这个脏手好好破我于家的饭碗！不要！不要！放开我！吃啊你！不要！不要！住口！滚开！方爷，你没事吧？齐芳，怎么样啊？你放心，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老东西，你谁呀？我们家是你小插手，该不会是这个老太婆她相好的吧？听说是个干保洁的。难道你还想老蚌生珠？都绝经的人了，还这么瞎折腾，传出去也不嫌丢人。宝洁怎么了？我们不偷不抢，凭本事赚钱，你们凭什么看不起人？周启芳，别人二婚呢都是找个有钱的，你二婚找一个窝囊废，活该你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我告诉你，我老公那可是于氏集团的老板，你得罪了我，我让你吃不了。走着走。想让我们饶了你们，也不是不可以。过来，跪下磕头求我们原谅，老子一高兴，说不定就放了你和你这个干保洁的废物老公。妈，咱就服个软吧，我这什么都得指望着我老丈人，您屁本事没有，不能断送儿子前途啊！是不是只要我下跪磕头，你们就放我们走？没错。好，今天的事情是我们对不住了。齐芳，有我在，你不用和任何人道歉。想让他道歉，你还没有这个资格。我没这个资格，我们于氏集团那可是得到了徐董事长的青睐。知道谁是徐董事长吗？啊，那可是江城的首富。他要是跺跺脚，那整个江城都得震三震。我老公可是刚刚拿下徐氏集团5000万的项目，还是董事长助理姜丽亲自送上的项目书，那可是董事长身边的大红人。你一个臭保洁，连跟董事长提鞋都不配。喂，姜丽，1分钟出现在我面前。你可笑死我吧！一个臭保洁还假装认识江总助，那算什么东西啊？就是江总助要是能来呀，我们全家都给你们下跪磕头认错。哦，是吗？徐氏集团江总督到。哎呦，江总助，您来的正好。刚才那个臭保洁居然在背后说您的坏话。就是呀，江总助，他连您都不放在眼里，简直太过分了。你们2个给我闭嘴！江总助，哦，我明白了，您一定是觉得这些人碍了您的眼，对不对？您放心，现在马上把他们给赶出去。您别生气，我一定不会让这些臭鱼烂虾脏了您的眼。于承涛，你个蠢货，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不就是一个臭保洁，他就是一个臭摆摊的，还能是什么大人物啊？于承涛，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都会自作孽，不可活。姜丽，通知下去，立刻取消和于氏5000万的合作。你什么东西啊？你说取消就取消啊？你还以为你是徐氏集团董事长呢，还随随便便命令江总助？就是江总助，这个人简直胆大包天，连董事长都不放在眼里，你快收拾他！我宣布，从今往后，
徐氏集团不再和于氏集团有任何合作项目，徐氏集团旗下的产业也绝不允许于家人踏入半步。这怎么可能啊！江总主，你弄错了吧？哟，江总主，这中间怕有什么误会吧？这你看我们做错了什么呀？江总主，哟，完了，全完了！我的辛辛苦苦创建的于氏集团全完了。启芳，咱们回家吧。走吧。怎么，疼不疼？不疼，没事的。是我的错，让你受委屈了。难道说方怡真的是我试探多年的妈妈？事情还没有确认，我还是不能冲动。喂，江总主，帮我测一下我和方怡的 DNA。你这2天啊，你膝盖受伤了，这家里的家务活千万不敢做啊，让我来做。对了，你怎么会认识那个徐氏集团董事长总助啊？他爸是我的老战友，有点交情。爸，方怡，我在这儿是不是成你俩电灯泡了？嘿，你这孩子。周启芳，赶紧给我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去开门。开个门磨磨蹭蹭的。你哥嫂子，你们怎么来了？哟，这就是我那新妹夫啊！哎，看着还挺有钱啊，住这么好的房子。万林，这是我哥和我嫂子。哥，这是你妹夫徐万林，他就是一个保洁，这房子是他占有的，先暂借给我们住。我就说嘛，你这一脸穷酸相，这辈子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钱的。这酒真香啊！反正你们也没复喝这么好的酒，你哥爱喝，我们就都带回去了啊。哎，嫂子，这酒不能拿，这是凯宾买给他爹的。你们要是喜欢，我自己买给你们。起开，不就拿几瓶酒吗？我们看上你家的东西，这给你面子，瞧你心疼的。爸，这酒一瓶10万呢，你舍得？方怡开心就好。哟，人参啊，正好给我扶扶身子。老头子来装装。哎呦，哎，嫂子，这人参真不能拿，这是万林送人的。周启芳，拿你家的东西怎么了？你是我老周家的人，就应该孝敬我们。家里还有，大哥要是喜欢，就都拿走。哎，还是我妹夫懂事儿。来，装上。启芳，那你们聊，我去泡茶啊。你俩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启芳，你侄女呢要结婚了，你这个做大姑的不得表示表示啊？是吗？佳佳要结婚了，我闺女嫁的可是徐氏集团的高管，月薪10好几万呢。哎呦，你看，我就说嘛啊，他大姑怎么可能不管他侄女呢？启芳这等咱佳了。这3000块钱是我这个当姑的一点心意。周启芳，3000块钱，你打发夜饭的呢？爸，
你还不打算告诉方姨咱们的身份吗？你看看他哥房那副嘴脸，恨不得把方姨生吞了。不行，你忍忍，我忍不了。敢欺负方姨，我让他们好看。凯宾，你回来，这是你方姨的家事，咱们两个现在出去只会让你方姨更难看，而且呀，会让他那个吸血鬼哥哥变本加厉的要钱。那怎么办？难不成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方姨被欺负啊？这样，你方姨老家呀有块地，我吩咐下去，把那块地划入那个拆迁区，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拆迁款的名义，名正言顺的给方姨送钱了。好主意！哎，这还周启芳啊，我告诉你，这次你侄女结婚，你要是不拿5万块钱，我就赖到你们家，我不走了。哥，我哪有那么多钱呀？那我们管不着，反正这钱你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没钱你就去卖呗。既然有人愿意跟你二婚，那就说明你还有点姿色，你别浪费呀。他来喽，妹夫，你说这当姑的给亲侄女添点嫁妆，不过分吧？嫂子，这事跟万林没关系。姑姑给侄女送贺礼那是应该的，不过分。我这张卡里有15万，是我这个当姑父的一点心。哎呦，哎呀，我这个妹夫啊，看起来是仪表堂堂啊。启芳啊，你可有福了啊！哎，周启芳，你不用心疼，我闺女嫁的可是徐氏集团的高管，将来呀也能拉拔你们这些穷亲戚。哼，做人呀要看长远点儿。哎，妹夫啊，我跟你说啊，启芳要是伺候不好你啊，你呢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亲自过来收拾他。哎，我们先走了啊。杯子不错。万林，对不起啊，我哥他……你放心，这钱我一定还给你。嘿，咱们两个，你提什么钱呢？我的就是你的。爸，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好，你们两个神神秘秘的干什么？我怎么看不懂啊？过2天你就知道了。你这膝盖啊，要经常泡脚。等明天下班，我给你买一个专门的泡脚桶。我腿没事儿，不要浪费那个钱了。天马上就冷了，咱们攒钱买辆车吧，省得你早上骑电动车上下班冷。脆弱的门推开就真，还好我们回头，还好爱情发生。喂，哎，好。啥事儿啊？看把你乐的。万里，咱们要发财了。刚才村长打电话说，老家的房子要拆了。是吗？那是好事啊。等拆迁款下来，给你和凯宾一人买辆车，上下班都方便。啥事儿啊？瞧把你俩乐的。正好凯宾来了，明天让他陪你回趟乡下。正好我明天上班走不开，有凯宾陪你，我也放心。爸，你就去忙吧，我陪方姨去。好。是啊，万林，不能耽误你上班。方姨，你没事吧？疼不疼？快坐下。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启芳，你咋样了？要不要紧啊？我没事儿，他王婶儿，就是扭了一下脚，没伤到骨头，就是这个鞋恐怕穿不了了。启芳啊，我的脚啊跟你一样大，你要是不嫌弃呢，就让小伙子跟我回家，给你拿双鞋。这是我以前的邻居，你王婶儿，你放心跟他过去，我就在祠堂这儿等你。好，那谢谢婶子了。
哎，都邻里邻居的。启芳啊，那我们就去了，你坐这等会儿啊。哎，走。那我先去啊。周启芳，你回来了，来来来，我和你哥和你话说。说吧，启芳，这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家这房子你甭想啊！你什么意思啊？哼，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今天村里签字分拆迁款，这钱啊，你一个钱都别想拿。当初爹分家的时候给了我3间屋，凭什么我拿不到拆迁款？哎，启芳啊，不是当哥的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女人家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到头来还不是养那些野男人呢？就是，你还凭什么？你小儿子不认你了，大儿子就被你克死了。你说要这么多钱你干什么呀？给谁花？你说谁儿子死了？我说错了吗？全村人谁不知道你儿子就是被你个丧心给克死的？给我闭嘴！给我闭嘴！你居然敢打我！哎呦，大家快来看呀！卢启芳打人了，他我的拆迁款，他的两钱不认呀！大家快来看呀，他打我！周启芳，嫁出去的闺女就是泼出去的水，我们家可认你这个穷亲戚，你就应该感恩戴德。既然不知好赖，别怪我这个做嫂子的不留情面。老头子，对，大家都看看啊，这个周启芳就为了那点钱呀，他打自己家里人，把他给我押起来到祠堂啊，好好的家法伺候。对，押祠堂，请祖训，给他长长记性。放开我，我没有错。放开！我今天就要当着祖宗的面，好好的教教你周家的家法。走。前面直走啊，就到祠堂了。俺家那口子快回来了，我得回去做饭，就不陪你去了啊。没事，我记得去祠堂的路，谢谢婶子。哎，没事。为什么我感觉这条路这么熟悉啊？妈妈再见。慢点儿，去学校听老师的话。原来方玉真的是我失散多年的妈妈。开斌呐，开斌，你快点去祠堂。怎么了，婶子？我家那口子回来跟我说呀，你妈正在祠堂挨打呢。什么？爸。哎，怎么了，凯宾？爸，你快来，我妈有危险。什么？有人敢欺负我徐万林的太太！走，出发，周家村。是。周启芳，跪下！放开我！我没错，凭什么跪？在老祖宗面前你还敢嘴硬？让你跪你就跪，哪那么多废话？周启芳，现在跪下给我磕头认错，还可以考虑原谅你。你辱我孩子在先，你该打，我凭什么认错？死到临头你还嘴硬？好，我就替老祖宗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这不是你那短命鬼孩子吗？一看就活不长。还给我！想要照片吗？可以，跪下来求我，要不然你把这照片给烧了。不要，不要！我跪，我跪！把照片还给我！求求你把照片还给我！把照片还给我！好，好，好，我这就烧给你。不要！不要！不要！放开我！求求你了！慢点走，别摔了。妈妈，以后只要想安安了，就拿出照片看看。好。
以后妈妈只要想安安了，就拿出照片看看。你们为什么连最后一点念想都要给我剥夺了？你让我以后怎么找我的孩子啊？你那个短命的孩子早就死在哪个山沟沟里头了，你还想找他？做梦去吧！你这是什么眼神？死个悔改是吧？今日我周启芳与周有福一家断亲。什么？周启芳，你疯了吗？啊！就因为这么一张破照片，想跟我断亲？启芳呀，你可要想清楚了，断亲可是要受3棍的。是啊，启峰，赶快给你哥他们赔个不是，这事儿也就过了，何必闹这么大呢？今日我周启芳与周有福一家暗断一绝。周启芳，你个不孝女，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竟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好，今天就替祖宗来好好说说你。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把你弄丢了。妈妈，安安最爱妈妈了。对不起，妈妈甚至连你的照片都保护不了。你知道了，会不会怪妈妈？周启芳，我让你嘴硬，打死你！启芳呀，这第3棍下去，你可受不了了，要不就算了吧。身为安安的妈妈，孩子受辱，哪个妈妈能忍得了？哦，事到临头你还嘴硬，我今天打死你个不孝女！住手！我看谁敢动他！住手！我看谁敢动他！你们竟然敢欺负我妈！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管我周家的家事儿？你和你这个穷鬼爹，要是不想死，就给我滚远点！哼！为了区区5000万的拆迁款，你们对自己的亲妹妹动手，真的是猪狗不如！哎呦，区5000万，你口气倒是不小。不是你臭保洁还5000万，哎，几万你都得挣1年吗你？哼，别说5000万，就算1个亿，我把眼睛都不带眨一下。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徐氏集团董事长徐万林？什么？徐氏集团的董事长？就是那个把我们村划为拆迁区的徐氏集团？不可能吧？徐氏集团的董事长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他能看得上周启芳？对呀，就是呀。你可真会说笑，他许氏集团董事长，他要是有钱人，我倒立吃屎啊！对，你看看你那身穷酸样，还董事长！我告诉你啊，我女婿那可是徐氏集团的高管，等他来了，马上揭穿你。爸妈。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敢欺负我的岳父和岳母！我女婿来了，你们这群窝囊废，就等着被打脸吧！哼！是我，是我，好啊，你们这群穷酸的贱民，不就是问你要了3间房吗？你居然敢扇我妈耳光！今天我就要让你们这些下贱的东西知道，以后该怎么夹着尾巴做人！来人，让他们给我跪下！你给我闭嘴！董事长，你怎么在这儿啊？董事长，亲爱的，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就是个臭保洁、看门狗，只不过换了一身衣服，可是还是遮不住他那股穷酸味啊！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女婿，你一定是认错了，她就是我妹夫，这鱼窝囊废！瞎，你住嘴！我和你女儿还没结婚呢，别口叫，谁是你女婿？还有你，我宣布和你之间的婚约取消，你们家的事儿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别给我吵吵。什么？亲爱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瞎！董事长，你看这就是个误会。你身为徐氏集团的高管，仗势欺人，徐氏集团没有你这样的员工，从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爸，这些人不被我们得罪过蛇，我们现在忙回家吧。启发，咱回家。还，这他妈都完了！我他妈被你们周家害惨了！启发，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你。那个，凯宾说你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这事是真的吗？是真的。启发，对不起啊，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这件事，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瞒了你这么久，你可千万不要生我气啊！我怎么会生你气呢？我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配得上？你这么好，你配谁都是绰绰有余的。安安，你看到妈妈这么幸福，一定会替妈妈开心的吧？我的孩子，你到底在哪儿啊？我的孩子啊，你到底在哪儿啊？妈妈真的好想你啊！江总主 ，DNA 结果出来没？大少爷，刚问完医院，还要再等2天。凯宾，你过来，你站那么远干什么？我这一直隐瞒身份，我和你方姨领证的时候太仓促了，所以啊，我想郑重其事的再向你方姨求一次婚，该有的仪式咱一个都不能少，你觉得呢？老徐，我们都多大年纪了，不搞这一套。再说那也太浪费钱了。我们3个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当然要有仪式感了。方姨，你嫁给了我爸，那就是徐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必须隆重的向外界介绍。而且这小老头有的是钱，你不用替他省。这孩子。是啊，咱明天就去试婚纱吧。好。好漂亮啊！我这辈子还没穿过婚纱呢。你喜欢哪件？咱们直接买回家。走。喂，爸，你先别进去，我给方姨准备了个惊喜，你过来找我一下。哦，好。嘿，凯宾这孩子，他说是要给你准备惊喜。我先过去，你先进去选。好。海斌，你这小子，你给方姨准备什么惊喜？你搞得神神秘秘的。爸，求婚这么重要时刻，怎么能没有戒指呢？你太不细心了。还好我给你准备了。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瞧我这脑子。来，那我们快去找方姨吧。好。哎，谁让你试的？你知道这婚纱多少钱吗？你个老太婆，把我们婚纱弄脏了，你赔得起吗？
我就看看合不合身。合不合身也不是你能碰的，这是你看的东西吗？也不看自己多大年纪了，半截身子都快入土了，竟然还来试婚纱。哦，你是不是这辈子没穿过？临死前想来过把瘾啊？你这小姑娘说话也太刻薄了。我刻薄？今天我让你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孙经理，你看那死老婆子把我们婚纱弄脏了。哟，这不是我老同学周启芳吗？竟然跑这儿来试婚纱。嘿，你老公不是早死了吗？你这是有第二春了呀？梅梅，你在这儿工作呀？当然啦，我们这可是许氏集团旗下的高级婚纱店，而我可是这里的高级经理，服务的呀都是社会名流，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不像你呀，靠摆地摊赚俩窝囊钱。我劝你呀，赶紧滚！这里啊，随随便便一件婚纱都要上百万，可不是你这种穷鬼该踏足的地方。摆地摊怎么了？我凭自己的手艺赚钱，我不觉得丢人。脸皮可真够厚的啊！摆地摊还不丢人呐？我要是你呀，我都没脸出门了。我说店里怎么一股臭水沟味儿？原来是你这个摆地摊的臭乞丐带进来的呀！老婆，这家店啊可以拍周四照，正好我们来看看。妈，你怎么在这儿？一大早就让人晦气。你是启芳的儿子吧？你妈跑这儿试婚纱呢，这说起来也真逗啊！这都年过半百啦，又给你找了个爹。我也就好奇对方是什么人，有什么魅力能迷住我们曾经的校花周启芳？校花？我看是笑话吧。他找了个糟老头子过保洁，两个人加起来100多岁了，还搞那黄昏恋。我作为他的儿媳，脸都被他丢光了。哎呦，原来是个破保洁呀！哎呦，你还别说，跟你这妈呀还挺般配。嘿，鱼配鱼，虾配虾，这破锅呀，嘿，配破盖儿。梅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启芳啊，你还以为自己是曾经学校的校花呀？啊，人人都得惯着你啊！咱们这些老同学里边，你现在就是个笑话。如今呐，嘿，又嫁了个保洁，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吧？还装什么清高啊？就是，你知道你身上这个婚纱多少钱吗？这可是限量版的，就是把你卖了你也买不起。让你这么一穿，怕是都沾上穷酸气了。妈，要不你先走吧，这里确实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儿子，启芳啊，你儿子说的对呀，这人呐，贵在有自知之明。你这种人也就配穿粗布麻衣，哪里配得上这么精美的婚纱呀？啊！哎呀，这店里的空气都让他弄臭了。他往这一站，你们店直接掉了几个档次，谁还有心情在这儿买婚纱呀？死老婆听见没？赶紧脱下来！我老伴儿还没看，他马上就来了。等他看了，我再脱行不行？哎，我说你这个死老太婆，你好歹也是个女的，这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能说出这不要脸的话？还跟一个糟老头子调情，恶不恶心呐？小可，我没想别的，我就想让他看看怎么样，合适的话我们就买了。大白天就开始做梦呀，还买下来？你知道这婚纱多少钱吗？啊，50万，就凭你，再加一个臭保洁，你买得起吗？你买得起吗？就是，你这个死老太婆呀，越来越不吹了。这可是50万，你拿什么买？欢乐豆吗？老婆，一大把年纪了，净干些埋汰人的事儿。启芳啊，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啊？听说你有个孩子走丢了，你怎么不给他积点德呢？你说这么多年都没找到，这会不会是死了呀？不许你说我儿子！那我们快去找方姨吧。好。大少爷，您和夫人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配型率为99%，
夫人她真的是您的亲生母亲。怎么肯定？方姨真的是我亲生母亲。什么？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我找到我妈了。哎呀，那真的是太巧了。走，咱们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启芳啊！走走走。不许你说我儿子，就说你孩子怎么了？还好那个短命鬼走丢了，要不然就凭你挣那2破钱，周姐早就饿死了。对呀，就你这种贱人，这孩子跟着你也是遭罪。不会的，不会的，我的孩子要是跟着我，我会给他最好的一切。你拿什么给？好不容易找个老头，结果连个彩礼钱都没，让人家白嫖，你是不是还偷着乐呢？老婆，别说了。那这窝囊废到底站哪边啊？妈，就走吧，别再让小可不痛快了。算了，还是跟老徐说换家婚纱店吧，不让孩子为难。我这就走。哟，你不是还要穿着这婚纱给那个破保洁看吗？怎么这么快就改变心意了？不会是把婚纱哪里弄破了，想要偷偷跑路吧？孙经理，你可要好好检查检查。你说的对，这婚纱呀，每一根都是天蚕丝做的，金贵着呢。我呀，是得好好检查检查。你们想干什么？当然是检查婚纱了。启芳啊，你就在这儿脱，这里啊有监控。这要是婚纱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可得留个证据呀！别磨磨唧唧的，赶紧脱！就是，你们欺人太甚！老婆，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吧？哎，你闪一边去！有什么不好的？这店里又没有其他人，除了我们几个女的，就你个儿子，有什么看不得的？不要！你放开我！不要！别动！放开我！你给我老实点！别动！老实点！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住手！住手！董事长，您怎么亲自大驾光临了？您需要选婚纱的话，给我发个消息，我就带着在店里啊，所有最高贵、最新的款式送到你的别墅去呀。嘿，对了，董事长，您这来选婚纱，怎么没见您夫人呢？这夫人什么时间到？哎呦，我得准备准备，好好迎接夫人呢。哎。这位就是我的夫人。什么？她竟然是徐董事长夫人？刚刚欺辱、刁难我夫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你们敢欺负我妈，我要你们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是，我是狗眼看人低，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徐董事长、撒少爷，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这一次吧。饶了你？你们刚刚欺辱我妈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放过她？启芳，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受欺负。你给启芳道歉。我错了，我不是人，我顶撞了董事长夫人。董事长，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原谅你，你该求的是启芳。算了算了，你以后要记住，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不要以貌取人，更不要做出恃强凌弱、欺辱弱小的事。知道了，夫人教训的是。我看在你道歉态度好的份上，只把你降到职员，去人事领罚去吧。谢谢董事长。妈，你的嘴脸变得可真快呀！刚才还说他是穷酸货呢，现在知道叫妈了。妈，我刚刚就是被猪油蒙了心，其实在我心里啊，一直都很尊敬妈。说瞎话也不打个草稿，
于可，你真让人恶心。周姐，你怎么缩着不出气了？我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妈把你养这么大，攒钱给你娶媳妇儿，你却纵容你这个媳妇儿这么欺负你妈妈。爸，我错了。爸，您别生气。妈，我错了，您原谅我。周姐，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有教育好你。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都是周姐自己坏了良心。您这么好的人，不要因为她责怪自己啊。妈，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妈，我没良心，我再也不敢了，妈。周姐，你对你妈的贬低和伤害，我一件一件的都看在眼里。你别以为你现在假惺惺的跪在这儿，我们就能原谅你。周姐，你真是个窝囊废！周喜芳，你把你儿子养成个废物，现在傍上个有钱的老头，更不顾他的死活，你配当母亲吗？现在傍上个有钱的老头，更不顾他的死活，你配当母亲吗？闭上你的狗嘴！你再敢狗叫一句，我让你在江城活不下去。周姐，妈虽然穷，但是从小到大竭尽全力的供养你，衣食住行从未亏待过你。但我没想到把你养成了这种拜金、懦弱、吃里扒外的孩子。还有你，于可，我不是你妈，我没法教养你，你也不用来攀附关系。我只想说，做人要有最起码的道德。周姐，我希望你记住，妈不奢望你有多大的成就，但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妈，我记住了，我会改的。好了，该说的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无关的人自觉的滚吧。启芳，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以后啊，任何人都不会再伤害你。哎，启芳，这件豪华版的定制款婚纱特别配你啊，你去换上啊。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ll day, just all the time. You're everything to me, brightest star to let me see. You touch me in my dreams, we kiss in every scene. 妈，不哭，大喜的日子咱不哭。妈，我删了。妈，我就是你当年走失的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海滨，我的孩子，你是安安，我的孩子。安安，没想到妈妈找了你那么多年，原来我们母子一早就相遇了。妈，缘分兜兜转转让我们相遇，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好，我们这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I'll love you till I die, deepest sea, widest sky. The beauty of our love paints rainbows everywhere we go. Need you 启芳， all my life, you're my 你愿意嫁给 you're my pride. 除了钱 You're
一无所有的我吗？不愿意。海滨，你怎么来了？妈，我想跟你说说话。爸，我跟我妈说点悄悄话。那爸去客厅看报纸，你们娘俩说点悄悄话。来，我们凯滨这一眨眼都长这么大了，小的时候呀就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妈妈妈妈的喊着。妈，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傻孩子，妈怎么可能不要你呢？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妈能为了你去拼命。妈，你找过我吗？找过，找了好多年。后来村里人说我疯了，他们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那个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妈，是妈妈对不起你，凯滨，是妈对不起你。你恨不恨妈妈把你弄丢了？不恨，以前恨过，但后来遇到了我爸，我爸对我很好，也跟我讲了很多大道理。我知道您不是故意的，你一定也在找我。再后来，慢慢长大了，就渐渐忘掉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妈，我很爱你，你别自责。妈，你知道吗？我现在有多开心！我终于有妈妈了。好，妈以后好好陪着你，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妈，你别睡，妈！启芳，怎么了？启芳，没事儿，老毛病了。走，去医院。走。启芳，启芳，医生说了，没什么大毛病，你配合治疗会没事的。大小伙子怎么还哭了？小心以后娶不到媳妇。听话，妈没事儿，就是年纪大了。妈，启芳，医生说了，就是小毛病，咱听医生的话，乖乖配合吃药，会没事的。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知道，能跟你走这一段，能找到凯滨，我已经知足了。妈，我给你捐骨髓，你答应过我的，咱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的。真是一个傻孩子。等妈走了以后，听你爸的话，不要难过。人总是会去世的，你要是想妈了，就去妈的坟头看一看，妈会到你的梦里陪你成家立业。徐总，中西医院那边有匹配的骨髓的。这太好了，启芳有救了。你磨磨蹭蹭的，有话就说呀。捐献骨髓的是夫人的儿子周杰。周杰，他想见太太一面，就在门口跪着呢。妈，您的身体需要静养，如果你不想见他，我们就打发他走。让他进来吧。好。
妈，对不起，我辜负了您的教养，以前都是我混蛋。事情都过去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妈，我已经和于可办理了离婚手续，我这次来，一是和您道歉，二是和您道别。我想去国外学习新技术，等我回来以后，一定出人头地，好好孝敬你。都说慈母多败儿，你变成今天这样，妈也有罪。妈，对不起妈，以前都是我的不对，我以后一定会靠自己好好努力，混出个人样来。这才是咱妈的好儿子。就冲你这份态度啊，你这兄弟我徐凯斌认了。出国好好学习，回来爸公司。来，谢谢哥，谢谢妈，谢谢爸。万莲，谢谢你捡到凯宾。有你们啊，我很幸福。